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已经有瞥到了，我们今天的来宾很大只。北市社会犬领犬员林宏亮，犬只 Andes。好乖哦，贴着走哎，贴着走，好羡慕哦。接下来换马更，哦 ，Oh my god，它是一条一条的，对，它是杠杠哎。小姐，诶，哦，这个很难哎。我做了一个决定，在这边跟大家宣布，我会把我的小孩送到台北市搜救队来训练。那有事都给你了。他已经可以当搜救犬了。他会把所有障碍物都移除。哈西来，哈西来，哈西！他不想当，他不想当搜救犬了。怎么就走了？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哈娜是一只有动过医美手术的斗牛犬。它很特别哦。怎么了？鼻子呢动哪里？鼻孔挖大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是鼻孔真的。大。穿梭一段又一段感情中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天气好，心情就好。Oh yeah, every day's a good day. 啦啦啦啦啦啦，天气好好哦，好开心哦！呜呼，那就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今天的来宾，你有见过他吗？有啊。有，在节目上见过，从他还是团体的时候。这么久以前？对呀，但后来他有来上节目，也是 OK 的。今天要出去玩了。印象怎么样啊？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人呢，他长得很可爱，可是莫名一眼瞥过去，竟然会有性感、妩媚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可是平常呢聊天啊什么又还蛮有内容的，蛮有想法的。然后又是一个小女人，就是集合了很多种不同的性格这样子。女生最好的优点在身上。没有，女生最好优点在我身上。又乱讲话。他到了吗？好像后面有人长得像他这样。有吗？啊！难怪 ，Hello， 哎，先认识 ，Hana， 对吗？Hana， 对，Hana， 没错啊。哦，Hana 几岁？Hana 8岁了。哦，8岁了，要8岁了，快8岁。他们两个腿都短短的，这样吵架好好笑哦。艾莎，欢迎你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很开心。哎，我每次看到艾莎，我脑袋里全部都是你配音的声音。配音？什么配音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手游戏啊？我每次对，我每次看到艾莎，我脑袋里就会这样，我定100了。我想说，不要再讲，不要再讲了，超级好笑。但今天我们要好像他们要给我们一些很恐怖的训练啊？真的吗？他们今天就是要欺负我们2个弱女子，是吗？没错，没有吧？我每次看你的节目内容都很温馨的，很温馨，很疗愈。对，但是今天很恐怖，我整个很紧张。然后我还跟他们讲说，不行，我今天故意穿裙子，就会有很多时刻我可以说啊不方便。所以我就蛮紧张的。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啦？不要紧张啦，其实今天的东西没有那么恐怖的。但是你们也要真的要小心他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怎么了？要小心艾莎，对，因为他定100了，还在定100，还在小心哦，要小心哦，不要放爆。好了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，我们今天要去救难队的搜救犬。你看，所以我们现在去让他们去训练的意思吗？对。怎么可能？对啊，我们直接宣告失败。Zanendes。没有，不是训练啊。是因为救难犬对不对？其实救难犬什么品种的狗其实都可以。连它也可以。也可以，所以我们其实是要带2位的狗狗啦，去
给那个消防员看一下，说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潜力而已。哦，哎，不错哦。那你觉得他有吗，汉娜？我觉得他是会有警觉性，哦 ，OK，所以有可能 OK，他是可以保护自己，但是要救别人就也不一对定。呀，你看他就是又长得很可爱，你要怎么样去救，把别人救出来？但像 Hershey 呢，就是偶尔有警觉性，可他如果有东西吃或是什么好玩的吸引他，就完蛋，就完蛋了。对，我预估啦，他的成功率大概只有20%。汉娜讲也也是差不多20啦。哦，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带2个小废犬去看一下，到底今天我们能不能成功。好。好可爱哟！他多大？他3岁。现在几岁啊？可惜。它会吃醋，对，它会吃醋。所以如果你跟别的狗玩，它会生气吗？它以前比较严重，但是现在的话，它也比较社会化之后，它就觉得好吧就可以。可是它自己也是看到每一个人都会去打招呼，就给每一个人摸。可惜，你等下会看到很大的狗哦，可惜你要勇敢呢。哎呦，谁干什么？不用先起内耗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已经有瞥到了，我们今天的来宾很大只，你们2个就是迷你品的，在这边等着就好了。你好，我是北市社会犬领犬员林宏远，犬只 Anders。哎 ，Anders 你好，林大哥你好。表演那个服从项目。好。好乖哦，真的是贴着走哎，贴着走，好羡慕哦。哇，完全是贴手，天哪，天哪！贺喜，人家的服从项目你服从一点。你这个没有用的小狗狗，你很丢脸哎你。好好笑。哇，这很难耶！天哪！还可以哈娜很想拿，哈娜，你拿不动啦。哦。哎，这个重哎，真的水壶有重量。哦，而且它眼里只有主人，对，它完全不会被影响。你看这2只眼里哪里有我们呢？出去，妈的，哟，妈的，哦，出去，然后再换。妈的，哦，哎，你看这样多好玩，真的。那你在激动什么？你们两个去旁边洗睡吧。接下来换马克走这个敏捷器材。哦 ，Oh my God， 它是一条一条的，对，它是杠杠哎。小姐，停。哦，这个很难哎。上次我们有试过这个，它根本进不去，贺喜根本不敢进去。你看它敢呢。哇！它都不怕，它不怕，因为它搜救。贺喜你好啊啦，好帅哦！对啊。接下来要请他示范找人员，如果人不见了，到底要怎么找呢？请马克来示范一下。准备收手，伙伴。好厉害哦！哦，他被救出来，好感人啊！我要哭了，怎么那么感人？真的很感
这么厉害？那么厉害，姐，我好感动，就是他就是在里面，好感人。就是你们训练的真好，大家就这样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哦，好感动哦！天哪，刚刚我看他们也喜欢吃啊，对爱但是吃对，爱吃是可以训练，哦看他们爱不爱玩。所以我们刚刚本来是觉得我们的狗狗应该可以有20%成功的几率，我现在觉得只有2%。我觉得太难了，这个太柯南了。我刚刚已经下定决心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在这边跟大家宣布，我会把我的小孩送到台北市搜救队来训练。可以啊，太棒了，绝对服从，跟着走，停下来，捡东西，以后就训练好遥控器，好，垃圾桶，太厉害了。这个拿去微波炉微波，自己想办法。可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为什么他们会需要这些的训练？我们那个要通过国际搜救犬认证啊，所是以它是活动项目有9项，它是其中1项。哦，对。其实走隧道我们乍看好像很好玩，但对狗狗来说是很可怕的。它们其实很怕暗暗的嘛，对然后不熟悉的地方，嗯它们也要勇敢的能够钻进去。尤其搜救犬可能要去什么地震倒塌的地方啊，对或者是很暗的地方，嗯，这要怎么克服他们的心魔？其实第一次可能会怕，第二次觉得让它变得好玩，哦出来就有玩，用玩的方式，对，或是吃的，所以他们也势必得要爱吃，才有办法好训爱练。吃爱玩，对。可是能够爱吃爱玩又训练成这样，大概要花多久时间呢？看狗的个性，对。那像马克，我们训练了多久？1年半，但是它是比较特殊的啦，因为它算是很优秀的犬只。哦，所以1年半是短的啊。哦， 1年半是哦通过高级，我们有分3个等级。是哦，1年半他通过高级的，哦等于全部都过全关了。部都过关，才1年半，那而已其实非常厉害。你不要给我落腿哦，太好不好想加油，可是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好不好？魔法腊肠给你力量，Go！干嘛了？哇，要吃醋，要吃醋耶！对，还会吃醋吗？他会，会哦，因为他吃醋会怎么样？他就会挤到就是中间来，然后就要我摸它，把它水，真的香。假装还是骗不了。吃空气，好，坐下，坐下，就是对，很好，坐好，坐下，对，握手，握手，换手，趴下，吃空气，好，确定是下一次骗不了了。对，其实今天很难得。那就麻烦2位来教我们，2位教官教我们到底要怎么试验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当搜救犬，好不好？因为它现在很喜欢这个东西，那我们就加入陌生人，我们是陌生人，然后跟他玩，好，看他会不会怕陌生人，轻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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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不会怕，但他会被骨头淹没。他喜欢拔河，对对对，这对，哎，可以耶。他喜欢玩，这样就可以，至少可以训练了，因为他有喜欢的、有爱的东西。OK，然后或许他是喜欢这种材质的，要这种材质的他喜欢软的玩具，对哦，所以这样就是有机会了。对，这样是有机会的。你有他的食物，或是有食物。嘿嘿，喝起来，喝起来，喝起。他不想当搜救犬了。怎么就走他了？去找他的熟人，对不对？他喜欢他的那个逗猫棒。OK， 那很好。好，这是他最爱，他的最爱。哇，厉害！他超爱。好像猫咪哦。对，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，所以这样子算有吗？有，就是他会有追猎的欲望，有他也是有玩耍的欲望。其实爱吃跟爱玩来讲，我们比较喜欢爱玩的狗。哦，真的。真的。哎，那很好哎。
对，那就交给你们喽。哈希再见。不行，还有其他项啊。哦，对，还有其他项这一项而已。对，你们也不想那么快扛这个责任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来是突破障碍，比如把这个他喜欢的东西掉到有障碍物，他必须要克服。他最爱的就是软垫。已经吹着风，好可爱哦！都给你，都给你。那就要把 Hershey 的逗猫棒放到中间。对好，你试试看。我先把它。 Hershey来。OK， 好，抓住了。然后我逗它有没有？然后抓住了。好。你看他有冲的欲望的时候，你就放掉，看他会不会。他会，你等他一下，他会想办法。他会去想办法找。他很会想办法。哎，不错，他跨上去了，就很好。他会哦，他其实会爬过去。他也想玩。来，帮你一下。哦，不久，喂，老大。哦，所以有困难他也有办法过去。可以了。他好像很适合哎，Hershey好棒哦。哈娜，你有事吗？哈娜有事吗？都给你了。他已经把障碍物都想说了，对，他已经可以当搜救犬了。对，他会把所有障碍物都移除。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初步的搜索的训练，就是人跑开之后，搜救犬去找。好，有哦，然后它藏起来，对，看它会不会去找。哦，要藏起来。安娜，没安全感，没安全感，主人。哈娜娃娃呢？玩具嘞？哈娜娃娃呢？失败，我们训练当失败了吗？对，站出来叫他一下，但我们距离可以近一点。汉娜姐，你看，再叫他。安娜，汉娜，你加油！安娜，你，他说我傻呀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安娜，真聪明哦。他可能觉得这边就有了，干嘛对，去那里？他觉得这边就有了。逗猫棒的，好，还是有机会哦。你先躲，对不对？先让他躲，对，可以了吗？可以。好，放。好聪明哦！好可爱哦！成功！聪明哦！有耶，好感人哦！我没有白养它，我们家不错嘞，怎么样？这样就成功了，耶！你看他像早上的我们的服从也是利用这个原理让他专注，然后跟着走这样子。哦，就是让他跟着走，专注的跟着走，对。然后他做对的时候就给他这样子。哦，要这样子练。对。好，那我学起来了。因为我今天一整个早上最羡慕的就是服从。对，因为其实就是利用我说爱吃嘛，那你就先让他像刚刚这样让他吃，让他看。对。然后你停下来，他就坐下来就给他，就会早上这样。哦。这个他既然这么喜欢，就是不要轻易的让他拿到，他要做到他才有。好，就像这样训练。何西来，对，好，坐下。对，要给他，对。好棒哦！所以你等下坐下，你也可以叫他趴下，你也可以叫他来，然后就是做完那些动作之后再给他。哦 ，OK， 所以就会呈现早上那个样子。近一点，汉娜，看着妈咪，这边呢，拜拜。有啦！到了，成功了。好可爱哦！他喜欢了。那我们就过关了。还有别的测验吗？还是这样就 OK 了？现在是这里嘛，然后还有换地方，可能会比较瓦砾堆啊，或者是一些就是你要比较像执行现场的那个状态。是。他还是可以像这样子乐意的工作。那真的很不容易，真的不简单。对，那今天就是宣告Hershey成功，おめでとう。汉娜是只有要有主人才能成功。这样
样子表示对哈娜可以救到艾莎，对，只能救主人。你没有问题了，大丈夫，不用担心。那以后就靠你了，哈娜。赫喜只救得到逗猫棒。今天马克我们在访问的时候发现他已经8岁了，然后他其实是准备要退休的，即将要退休了。他有服务过有哪些现场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？就出勤吗？嗯之前的花莲的地震啊，都是他学长学姐去的啦，所以他算是福将，没有出过什么灾害，但是他工作能力也非常强。也好啦，没出过差表示都好好的。对，那目前在帮他找一个有爱心，然后愿意陪他，对照顾他到终老的家庭。对对对对。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呢？毕竟你也陪他很久了。对，他是一只工作非常认真，然后可以奋不顾身的工作犬。现在又很想哭。我会跟他说：“你辛苦了，终于可以安全下庄。对，我会帮你找一个很棒的寄养家庭，是好好的度过晚年。好，就这样谢谢教官，也谢谢马克，谢谢马克。好的，我们一定要帮他找到一个好的家，陪伴他，然后要有爱心。对，他是健健康康的哦，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帮他找一下，找一个适合的地方。需要。谢谢马克，谢谢你哦。哎，我们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？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8个艺人有8个记不得我们的节目名称，真的吗？对，所以我很爱问这一题。你记得吗？可能要问一下我亲戚。不行，要自己来。你想一下，大概我给你提示，什么萌7个字，萌宠，对对对，萌宠，萌宠怎么样？来去哪里？台湾。萌宠，我们是什么？你的工作，我们的工作是艺人，对，明星，对。萌宠来去明星，萌宠明星后面3个字，我们要干嘛？做什么事？这样吗？这样，生出，对，没错，萌宠明星生出来。谢谢大家收看，谢谢。出来玩，什么？出来玩呐！萌宠明星出来玩。好了，恭喜你。好，很抱歉，你也无法加入搜救犬的行列。真的。那平常的玩具都会玩什么？对，那平常就是类似这种软的哦，所以他看到软的这种就会疯掉形状，对，他就以为那是他可以玩的东西。对，他刚刚整个是扑上去弹，对，整个他很激动，他超开心的。但刚刚在玩具跟你当中，他选择了你，他没有过去，他在那边看你，值得感动，真的。他只会救你。对，但是我在家里每一次就是那种装死掉，就这样或装昏倒，然后他就这样默默这样子看着我，然后他就回到自己的沙发里面。我想说你在演哪一出？但是今天他表现的真的是很给我面子，很可爱。你可以回去要加罐头，对，加饲料。而且到底有多好玩？到底多好玩？不跳！超可爱！这个画面真好。而且这有多疯呢？我刚刚竟然差点要称赞你，说你日文好标准。什么？我的日文都已经有一点退步了。那你回去会觉得自己讲话有口音吗？有哎，我就觉得好像哪里不一样，就觉得
就自己听了就觉得怪怪的。真的吗？然后有些单字会讲不出来，他们会听出来你有口音吗？我会有时候讲到一半就说，哎，真的不知道怎么讲，就忘记了，然后就跟他们说，我太久没有讲日文了，就会忘记呀。我有时候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，我跟阿公阿妈讲台语，哦然后我就讲不出来有些字。对，我跟我妈妈讲话都会讲那个。就是会讲说对对对对，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你知道你刚刚说对吗？然后我说有吗？混在一起了。对对对。上菜啦！没事，我们这节目就是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。萌宠明星粗奶吃。哇！好的，你们2只有需要这样吗？冷静一点，给我坐下，坐下，不行，坐下。其实我觉得今天一整天下来，最特别的是，因为我们来节目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只那个发豆，可是你们家哈娜跟很多发豆不一样，是它的活力非常非常的够，然后也比较不累，对，然后也声音没有这么大声。对，其实它以前是很大声，但是像短鼻子的狗，其实仔细看的话，它们的鼻孔是很窄的。对，就都是塌的嘛，等于就是没有空气可以进去。对对对对，它就会没有办法呼吸，就会那个很喘，所以才会有猪叫声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那个猪叫声很可爱，其实蛮辛苦的。所以呢，他有做一个鼻子的整形。对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哈娜是一只有动过医美手术的斗牛犬。没错。所以它整什么？它是有维金瓷、玻尿酸。还是有打过肉毒，他脸很小哦，他脸很小，我很怀疑哦，他很特别哦。怎么了？鼻子呢动哪里？鼻孔挖大。真的假的？我是鼻孔在挖大。对，因为他原本就是这样啊。你是说你自己手动去处理这件事吗？你说哈娜切掉，哈娜，差不多一样的意思。送去医生那里。对 ，OK， 那这个是现在这是合法的吗？合法的，因为我们这次真的会播，我们不是录好玩的。合法的，对。其实现在很多就是短鼻子的狗有这样子的困扰，那所以很多动物医院的医生也在推广这件事情。哦，尤其是在台湾天气这么热，对对对，那很容易喘。那有一些就是扁鼻子的狗狗，夏天一不小心，其实它的内脏就会太热，然后热衰竭。哦 ，OK， 我很高兴你记得这个词，因为他刚才跟我讲的时候，他说他就会太热，然后他内脏就会煮熟。我说等一下，不是这个词吧？然后他说热衰竭。但是要做的时候，一定要做评估，请医生要去做，他能不能做这个手术，有没有这个条件？所以这个是你去兽医院，他们真的会为发豆做这样子的手术？对，是医生就是建议我让他去做这件事情。黑西，你看你都 lucky 都没有这种事情。对、我们因为你鼻子很长，对，鼻子很长，没有呼吸的问题。但因为你看，我们是身体很长，所以也有脊椎啊，然后腰啊、腿啊、关节啊，我们也要特别注意。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去注意说，是什么状况，然后我们也有带去给复健的医生确认了，其实他是没有状况的。对，所以也确认喽，大家不要担心。喜欢和喜的朋友们真的不用担心，他是有复健老师的，所以他的老师呢都有告诉他。也有告诉我，就是状况怎么样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你有做过宠物沟通师吗？我们有带他去做过宠物沟通，然后就是听到的都是一些蛮幽默的，就是他很爱吃啦，或者是他希望我可以不要叫他减肥啦。真的？对。那你有吗？你有带他去过？他是非常有自信的狗，然后他自己长得很漂亮。哦，真的吗？因为我每天都会跟他说。哇，你好可爱哟！哇，哈娜，你都没有运动，但是身材就是天生身材很好，肌肉线条很漂亮啊。对，他就
可能就是每天听了之后，他就觉得自己很漂亮。我相信他是这样身材很好，对，而且也很少发痘有整形啦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很清楚知道自己啊，对不对啊？呼吸都没有声音的好不好？但是后来其实，这样8年过来，就懂吗？对，所以他就算动完手术，他睡觉还是会打呼，是吗？对他要有一个姿势，像这样子侧睡的话，对。所以你生气的时候是会大吼的，还是冷冷的，讲话冷冷的那种？不会大吼，也不会冷冷，我还是会直接讲。那你没有失控吗？不会，你知道像大概我生气的时候我会很安静。真的吗？我生气的时候是声音很低，就是我会讲话速度越来越快，可是我会声音很低，然后我就会把别人讲的话全部记得。然后像我弟啊，他最近就讲说，他说他每次要找我吵架，他要在家里看镜子，然后练习很多遍。他说你们知道跟 Sandy 吵架有多累吗？我要跟我姐吵架，我要在家彩排。真的吗？对。然后我心里想说，你准备什么，弟弟？你就准备输就好啦。不要想赢呢。对呀。那你生气的那个当下，你会不小心就日文碎碎念吗？我好像从来没有用日文吵过架。怎么可能？真的，因为我其实还是我讲国语很慢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讲日文也是很慢。我本来就是讲话很慢的人，我的 tempo 是非常慢的。那你这样日文讲话也是慢的？日本語で話すのも遅い，就是那你是か？怎么可能？真的，我就是 tempo 很慢的人。所以，我觉得你解了一个世纪大谜题。艾莎不是中文不好日文也不好。她是 tempo 很慢。对，我是很慢。我现在很 shock 真的吗？对，可能因为你的 tempo 很快，对，你的反应是快的人，而且我现在这样已经是就是超慢嘛，对，超级对，我现在超级慢的。对，你知道我那天听我自己录的 podcast，然后我把它播慢0.75，我才有办法听得懂我在讲什么。对，因为我讲话太快了。然后我小的时候是长辈或者我的老师，他们都觉得我就是过动。大人跟我讲话哦，我都不会看他们，我就是做我自己的事情，弄，很忙。然后忙到终于有一天，我妈找到了一个让我专心听她讲话的办法。她就这样过来，然后我就这样。他就在我耳朵旁边讲很重要，例如说，这个是对，这个是插座，不要摸，很危险。然后我也不会有反应哦。可是我弄，如果那边有插座，我就会突然说这边有插座很危险。对。然后我妈就说OK， 这个她会听到。真的。对，所以我一直在呈现一个搜集资料的状态，然后就很多东西不断的海绵一样，一直对，然后全部进来，然后自己统整完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就上课就变得这么厉害的主持，那不就还好？还有主持人这份工作，如果没有这个工作，我要去哪？我只能去赛马，我只能去报赛马，黑色的马、白色的马、白色的马、灰色的马，我就这样，我发现我能干嘛？讲话很快，然后没有啦，就这样。节目差不多到尾了。OK。但最后呢，我想要请2位各自用慢速跟快速讲。太难了吧？不起来啊，太困难了。来报一个中文标准时间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这个太难了吧？太快。这样还太快？这样有点太快了。这样太快啊！这个太快了。好，你要跟我一样。好，艾莎莎。好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现在是中原标准时间晚上5点27分03秒。这样有慢一点吗？速度不是口音。你听我听100咯。是他 Q 的，我没有，对我不是故意。我要被骂了啦！好，我们来听快的，用Sandy的速度哦。加油！怎么可能？你可以，好，你可以，不，先放松一下，对。好，来啊，好。
现在的时间是5点傍晚，对，傍晚，再一次，OK。现在的时间是傍晚5点28分，祝大家有个很美好的夜晚，谢谢大家，祝你玩得愉快，再见，再见啦。报新闻玩什么玩得愉快啊？到底玩什么玩得愉快啊？好紧张哦。对啊，好太难了。原来对他来说是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会绕口令。好，来，我吓到你哦。好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可以啦。你先记得我们节目叫什么名字就好了。好，叫做萌从来去。不是，萌从明星。萌宠明星出来玩。怎么了？刚刚在那个合体，你问他名字的时候啊，他经纪人在旁边比嘴，你比较烧瞎了。对，他的经纪人已经快要中风了，站起来了。我们在这边呢，提醒所有未来要参加我们节目的好朋友，亲爱的艺人朋友，请认真看你的通告表哦，上面真的会写节目名称哦。嗨，我是 Sandy 吴珊如。到了春天，大家都知道万物复苏啊，很多人都知道带猫猫狗狗出去玩啊。我们看得到的是外寄生虫，但是最恐怖的就是内寄生虫啦，像新丝虫这种用蚊子来传递的虫啊，对自己的猫猫狗狗真的很可怕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翁医师，有好多问题想要问你哦。虽然我们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，但是很想知道，狗狗如果感染了新丝虫，它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？其实狗狗感染新丝虫早期都不太会有什么症状，它对动物的伤害呢，其实是看不出来，是一直要等到它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症状，你才会发现。那初期的症状大概就像一些感冒症状，像咳嗽，可能走路就不太能够走了，本来可以走1公里，它现在走3分钟它就停下来，或者说你平常看它跳来跳去，它不太跳，然后体重变轻，这些症状其实你都觉得说，还好，对，就是不会发现。等到它肚子开始变大了，或者说开始会咳嗽，咳到出血了，你才会很紧张，说怎么办？医生，这个都生病了。等发现都很严重了，都很严重。哇，那这样非常可怕。可是我们都不知道，当然希望不要得到新丝虫，但如果得到的话，它的治疗过程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来的时候，我们大概会先帮这个狗狗的部分去做一个分级。比较严重，第3级、第4级的部分，我们就先夹虫，夹完虫之后才用治疗。在治疗的疗程，大概是刚开始我们先口服预防药，先让一些幼虫的部分先死掉，然后成虫的部分，等到1个月之后，那个幼虫全部变成成虫之后，我们再开始杀虫。那接下来就开始杀成虫了，就打杀成虫针。那打完之后呢，那个虫就会死掉。那这整个过程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限制它的运动，限制就叫它都不要动，因为你虫死掉之后，它就很像血管里面就是一条长长的血管，对不对？那虫在里面，对，那死掉是不是变成碎片？就很像很多的天女散花的这个栓塞，到处跑，然后可能会塞在眼睛就失明，塞在脑部就中风了。哦天哪！所以要让它不要乱跑。那尽量就是说，我们能够有一个局限的空间，在治疗的这个过程，让它限制它的运动。那尤其是在杀虫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是最危险的状态。OK，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预防胜于治疗，就像我平常每个月都会给它吃口服的驱虫药，其实这是很不错的办法，对不对？对，预防花的费用一定是比较少的。那从每个月定期吃1次这个全能狗 S， 最重要是预防新丝虫嘛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就是体内的寄生虫的话，就是有蛔虫、鞭虫像钩虫、跳蚤、蜱丝，内外一起处理，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。是，像我们家Hershey啊，他就超级爱吃，因为它是牛肉风味。对。然后1个月只能吃1颗，他反而还觉得，可以再给我多1颗吗？不行，我们1个月只能吃1颗，适口性是非常佳的。我相信很多狗狗吃起来应该也都蛮习惯的哦。对啊，没错，真的。那就希望所有的主人们都帮我们一起注意一下，让他们预防好内外寄生虫。我是 Sandy 吴珊如，这是Hershey。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